操！我靠，牛逼！注意看，嚣张的日本人竟然直接往中国代表的头上倒酱油，这还不过瘾，他们甚至还当场锁喉，对着中国代表疯狂殴打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尊重二字应该怎么写。被日本安保拉开之后，日本人还像发了疯的野驴一样，恨不得当场将中国代表打晕过去，一脚狠狠地踹在中国代表身上。而在第二天的发布会上，他们更是口出狂言，嗷嗷狂吠。中国这些东亚病夫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来日本挑战！既然你们一心求死，那就提前准备好棺材吧。而小日本的父亲更是当场放话，自己愿意捐出1亿日元，如果自己的儿子输掉比赛，那他将全部捐给中国人，还下跪向中国教练赔礼道歉。那中国选手魏睿就不客气了，观众朋友应该对魏睿也比较熟悉了，号称东瀛克星，只因他是打日本人最狠的中国硬汉之一，并且还是第一个夺得日本 K1 金腰带的选手。魏睿迎战的选手东本央贵，我们来看一下魏睿的精彩表现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红色短裤魏睿，另一个则是日本人。很多年啊，他都是一个对阵日本选手非常有经验的选手，但是这一次我相信他是顶了很大的压力。我们来看一看东本央贵强项在哪里。漂亮，刚才魏睿一个前手平勾的迎击，漂亮，两个人都是反架。所以说魏睿在于这个站架方面其实是没有优势的，对手也很适应。漂亮，漂亮 ，nice。魏睿的一组组合拳应该是魏睿刚上来就送给对手一次读秒，想必日本选手现在还是蒙圈的状态。虽然魏睿的体型不是非常健硕，但他的重拳威力绝对不容小觑，他的 KO 率非常惊人。魏睿被观众称为妖刀，就是因为他的拳法腿法都让人捉摸不透，是中国技术流的代表性，现在也是乘胜追击，大摆拳不断的逼近魏睿的内围。而日本选手现在也十分谨慎，不断的往后拉扯，就是不想跟魏睿有正面的交锋。看能不能抓一个高扫迎击，对手打拳的时候突然来一个高扫。魏睿在判断，魏睿还在判断，魏睿还在判断，稳住稳住，对手的拳很重，对手的拳很重，不要慌，魏睿可以跳出来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魏睿在想办法，他在想办法。漂亮，一个前手的跳步进去之后打后腿，打后手摆拳。Sorry。这个日本人赛前能那么嚣张，他的实力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。他并没有被刚才的一次读秒彻底击败，他很快调整好了节奏，现在也开始反击魏睿。他在日本是少有的重炮型选手，之前魏睿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现在反应过来之后，也开始不断的反击魏睿。他的实力非常强悍，现在魏睿也一定要做好防守。要知道，对手的拳法可是非常沉重的。魏的强项在于调动对方打对方。对，漂亮，不要低太低。对手始终在中间距离缠抱的时候呢，压着魏睿的脖子。对，所以我们裁判场上有提示他。对，这也是一个消耗的魏睿。漂亮，低扫有感觉。东本央贵的右腿低扫有感觉，漂亮，可以继续踢，但是要注意手的防守。对，看来东本央贵应该是重拳，应该是重炮。漂亮。好，第一回合比赛缓一下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上回合两人就是快节奏的打击。日本选手现在已经彻底适应了比赛的节奏，所以现在两人都是真正发力，双方非常凶狠的打击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，也看得出来双方选手的实力都很强。魏睿很擅长控制比赛的节奏，他引导着对手出拳。即便现在日本人的气势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，但他也一直没有乱了阵脚，还是稳稳的跟对手厮杀。魏睿连续的扫砍腿也有了效果。对，不要打太多，看一看对手的低扫能不能再继续踢。漂亮，稳一点，魏睿，稳一点，打一打中眼，对，打一打中眼。对手的这个距离是在中近，不要着急，对手拿高。魏睿的这个左腿是不是受伤了？漂亮，闪掉，漂亮，对。调动对方，不要着急。魏睿，漂亮。魏睿有个徒弟名叫刘策，他传给刘策一个腿法卡夫踢，刘策就是使用这个招式，一晚上踢断了3个老外的小腿，一举拿下日本最具含金量的一块金腰带。那魏睿的腿法一定也不会弱，现在频繁的扫在对手的腿上，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对手脚步的移动都有点趔趄。
魏睿则是步步紧逼对手，想给对手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。双方的打击已经越来越激烈了。拿高，漂亮！前手平勾的反击，魏睿，漂亮！哦，漂亮！后手打中东本洋贵，东本洋贵很硬。是。不要慌，控一控，打一打拳法的迎击。哇塞，东本洋贵的拳很重。对，打一打中原，对，控一控，漂亮。现在距离这回合结束也没有多长时间了，魏睿已经完全拿捏对手，日本选手的出拳频率明显降低，魏睿还是高频率的输出。魏睿的经验非常老练，不过日本选手非常年轻气盛的，魏睿也不会让对手好过。魏睿的打击非常精彩，漂亮！刚才魏睿的一个击负，但看似这个击负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东本洋贵的这个腿应该也有问题了。不要着急，魏睿，不要着急。对，等东本洋贵出动了，然后打一个迎击，打一个拳法迎击，后手迎或者前手平勾，我们猜一下，后手迎或者前手平勾，漂亮！比赛很快来到了第3回合，前面2回合魏睿无疑是占据很明显的优势，现在双方都不再有任何的保留。魏睿是想将对手直接终结的，但现在日本选手的状态保持还是不错，体能看上去也比较充沛，他现在也能打出沉重的反击。魏睿想将日本人终结，一时间也没有太多的机会。日本选手的抗击打普遍都很强，魏睿的眼神非常凶狠，就是紧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有机会也不会手软。刚才魏睿再次将对手击倒读秒，对着前手平勾，看魏睿直接飞膝 ，come on， 继续，对，直接飞膝，漂亮！一个2踢脚，又一个2踢脚，再打一个迎，或者是反，总之是前手平勾就行。又有一个前手平勾，对手已经拿起来了，打肚子。东本洋贵已经把手拿起来了，可以打肚子。魏睿不管是点数上还是气势上都碾压对手，日本选手现在也很着急的想要进攻魏睿，毕竟他的实力已经落后很大了。不过他现在想赢下比赛也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将魏睿终结。不过那是不可能的，别说魏睿不给他这样的机会，那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实力。魏睿一直都将防守做得非常到位，可以说是严防死守。机会我告诉你，东本洋贵仍然有机会。不要着急，高手，打肚子再高手，漂亮！这个又是一个前手平勾的赢，再赢嘛，可以继续赢。对，东本洋贵往哪防呢？防上打下，对，防下打上。日本选手的高扫被魏睿精准躲过，比赛剩余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日本选手一直都没有放弃中近距离的打击，一直很执着地近身魏睿的内围，但效果并不明显，还是魏睿快刀斩乱麻，再次将对手读秒一次。平勾厉害，刚才是后手平勾打到这个东本洋贵，因为所有的几个摆拳都是从这个内线进去的。是。不要着急，魏睿打准，不要着急，遇事不要慌，打准，后手绕过他的前手，漂亮，一个2踢脚，等对方打，漂亮。好，比赛结束。最终魏睿大比分获胜，狠狠教训了日本人。大家觉得魏睿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再次祝贺最终的大比分5-2，中方战队